这个礼物送给我的祖国，希望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中国红最闪亮。央视的摇闪，对，但是泰森的全家也能解，就这个皮悬栏，对，你看就在刚刚，熊静南在全新规则下击败泰国神奇女孩，继续称霸草量级。在这个举国同庆的日子里，熊静南决定将这份特殊的礼物送给祖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完整比赛。一身黑衣中国女将熊静南，一身白袍泰国选手神奇女孩。赛前，泰国选手扬言要将熊静南拉下神坛，此起新神登基。看来他对自己非常的自信。熊静南连续7次卫冕草量级世界冠军，早已成为这个级别当中当之无愧的巨无霸。唯一对他能够产生威胁的只有李胜珠，可惜李胜珠依旧不是对手。就是处于这样的无敌状态之下，熊静南开始尝试全新规则来突破自己。这场比赛的规则很特别，3回合3分钟制，允许使用拳法进行击打，禁止使用踢击、膝击以及肘击，采用10分制打分规则。拳套也改用4-4分制拳套，打击力以及穿透力更强。因为是小拳套的存在，虚臂防守基本上不存在。嗯，选手如果摇闪能摇得过去就摇，摇不过去就只能挨了。而且对于重拳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也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评论区为熊静南加油。由于这是一种全新规则的尝试，为了能够最大程度规避对手的重拳，选手必须要不断摇闪。然而在摇闪过程中就会导致后脑暴露，所以熊静南无意间打到了对手的后脑。熊静南，他的团队也会有专门的人来负责关注到这个评论也希望大家能多点赞滚肩的摆拳。熊静南的打法非常凶猛，作为汪冠军赛当之无愧的格斗女王，根本就没人敢跟她打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只有改变一下规则才有人敢前来挑战。而神奇女孩就是顶尖的泰拳高手，为了与熊静南一较高下，还特意拜访了前奥运奖牌获得者，想要一举拿下熊静南，一战成名。对，小熊打的又是一个下劈拳，我天！小熊这个战术今天也少见啊！对，这迎面的下劈拳，对，这属于拳击项目的禁手。对，又打了一个。此时熊静南突然爆发，摇闪过后抡起大摆拳发起反攻，连续的直拳摆拳，打得神奇女孩摇摇晃晃狼狈不堪。这种拳拳到肉的拳法互拼，实在是太具有观赏性了。这是在摇对面没咋打着几拳。对。这是也打着后脑也是碰到后脑了，因为摇嘛，这个对不是主动的，而且他们摇的这个姿势又不是纯拳击摇摆的姿势，比较对，就是很容易打到这个危险部位，很容易打到耳朵的后侧。对，你看，小熊又是下劈拳，他可能是用来破防用的，对手有一个连续的摇闪拳，对，火。神奇女孩她左手的这个前手刺拳以及勾拳，小熊可以用下劈拳给他。这也不是故意打到后脑的，是这个拳的线路比较远对方一低头。对。此时第1回合比赛结束，在这场比赛中，熊静南使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打法，那就是下劈拳。这样的打法从未出现在擂台之上。然而这也正是他从中国传统武术劈挂以及形意拳悟出来。谁还敢说咱们的传统武术没有实战能力，只是运用的方式不同罢了。比赛进入第2回合，熊静南的进攻欲望依旧强烈，打这种纯粹的拳赛必须要一往无前，即使遭到重拳击打也不能怂，因为一旦气势上输了就会给到对手乘胜追击的机会。来打两侧这个腹部和肋骨的位置，上面一个头重击，再一个后手拳，开始站立对攻，开始出重击了。对这就是说明两个人的试探节奏已经结束了。对，但是神奇女孩应该还是打直拳和勾拳稍微多一些。而小熊的这个靠摆拳低身。此时熊静南再次后手重拳命中对手，神奇女孩的肩膀已经逐渐红肿，由此可见熊静南的力量有多大。这场比赛对两人都非常重要。熊静南想要在全新规则下突破自我，神奇女孩则是想要一战成名，只不过硬实力上的差距让她感到绝望。好，还是一波抵近之后的连续的左右轮摆进攻。好，小熊用一个下劈掌想探身进去，再一个躲闪，对，可以。这个神奇女孩要整理一下衣服服装。
小熊还是有点低。熊静南的打法非常聪明，既然不能击打后脑，那就尽可能的压低身位，这样对手就没办法出拳。而在摇闪的同时，他又快速出拳，连续的大摆拳打得泰国选手毫无招架之力，有的时候是不太好掌控。但是这样，第2回合比赛结束，熊静南犹如猛虎下山一般，对泰国选手发起一波又一波狂猛进攻。然而这家伙却频繁以被击打后脑为由中断比赛，如此一来，熊静南的气势就会被打断。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些小伎俩根本不值一提。比赛进入第3回合，熊静南的有效击打占据绝对优势，只要平稳发育，拿下最后的胜利轻而易举。但他显然并不想靠点数获胜，所以不断寻找 KO 对手的机会。他得想好对方的提前量，要不然他就别往前跨那一步。他其实在原地去出这个拳，对方正好往前一蹲，正好打着。在这个比赛里边呢，是限制了这个掌击的，是不可以用掌去抽的。也就是说，在掌底拳的运用上呢，要谨慎啊。裁判如果认为你没有捏紧手的话，会警告你。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很多格斗手在做防御的时候都……此时泰国选手明显有点力不从心，因为熊静南报价防守犹如铁桶，摇闪速度更是诡异至极。神奇女孩频繁出拳，命中率却极其感人，而即使打中了，也被熊静南成功格挡，同时还要面临熊静南的防守反击，这就相当难受了。他这个打法呀，我觉得从战术上是挺聪明的。就对手是难受坏，而且打不到他。你往下一出拳就是后脑，对你也不准备跟我打刺拳加直拳，什么1、2、3组合没有，不打。而且你看对手的命中确实非常的低啊，命中的准确度就会降低。没错。而且这个打法的话，让神奇女孩的手报架下来了，她现在都是架在前胸这个位置在打。是。胸口在打，所以小熊为什么低身抡板？对，还是觉得对方的拳架下来了之后头部的防御没有那么的强，而且确实摇闪的话，神奇女眼看着比赛接近尾声，熊静南又是下劈拳开路，连续的劈拳打得神奇女孩一脸懵逼，因为她根本就没见过这样的打法，同时也压根不知道该如何防守。破开对手防御之后，熊静南抡拳打入内围。泰国选手一退再退，彻底陷入了被动。最后熊静南起身瞄准，连续后手直拳打的神奇女孩彻底崩溃。这几次劈拳打的不知道该怎么防了。对，现在这个连续命中有影响了。此时泰国选手身体摇晃，毫无斗志，能继续站在擂台上都是奇迹。熊静南却趁他病要他命，又是连续重拳攻入内围。裁判眼见神奇女孩已经没了防守动作，立马终止了比赛，因为再打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就这样，熊静南再一次击败强敌，捍卫了自己草量级霸主的地位。而赛前扬言要将他拉下神坛的泰国选手，此时神情萎靡，怀疑人生，额头上已经鼓起了鸡蛋大的血包，整张脸坑坑洼洼，全是内伤。这一战熊静南火力全开，拿下比赛胜利，同时也打服了嚣张的神奇女孩。赛后这姑娘也是直接跪在熊静南的面前，表示对他的钦佩之情。对于这场比赛，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